什么东西？这上面是三耳金针。500米悬崖半空发现金丝楠木楼阁，洞口石墙若隐若现繁体古文，难道这是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吗？掌心对着命门，你那是第一步。当地老人传闻，此栋楼阁为神仙所建，已存在1000年之久。受到当地文旅部门邀请实拍考察，我们利用 SRT 单神技术进入其中，哪知发现的一切超乎想象。广西白色有一个。这是我见过的第2个。我们已经来到了神仙阁所在的正面半崖当中，我的队友正在那个悬崖上面开线呢。此次的探索呢是经过了拍摄许可和安全报备。我们刚刚用无人机看到里面有非常精美的木质阁楼，那个具体是不是金丝楠木的呢？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先锋队友开了线进入其中一探究竟。现在队友正在悬空下降，我已经来到了这个神仙阁的正下方，这根大树的下面，石壁上面还插的有一些木棍儿。现在准备上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常就是这么上升的，这需要非常强的臂力，大家千万不要模仿。这里发现了古人在这里打的栈道，不知道已经距今多少年了。那他们说这个是神仙建的话，难道神仙上山也需要栈道吗？我们已经从下面爬上来了，来到了保护站这里。刚刚咱们是从这里上来的。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有字，这里写的有李延荣安，这里有人洞2个字，这边应该是仙人洞啊，果然是金丝楠做的哈。是的，里面还有诗，还有诗啊，应该是个武功秘籍。还是让我这个有文化的来看一下。人青花，快看，孟少杰研究一下。这是一个碑展，这上面写的有字，哇，真的有。这还是繁体字哈。写的什么？什么同居得避乱，然后什么无忧无虑乐逍遥。这个是有人避乱住在这里过哈。对，什么年号？看一下，看不太清楚了。那三人题没有年号，没有年号。哇，你看到吗？这些纹路非常的精致哈。然后这个上面的凿痕还是以前的那种斧子。这边呢可以淋到雨，所以长年累月的雨水的冲刷，上面已经腐蚀殆尽。然后在这边呢，我们还发现了有这个紫锦，这个应该是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就是说种下的，以用来美化这个洞。我们这时候向洞道深处前进。刚刚我们看的是右边的洞道，哇，这是什么？这边，哇，非常古老的这个陶罐，应该就是在这个洞里面选用的泥土，就地取材做的这些。这边有几大方的木架子，这边还有一个双灶。从这个造型土的痕迹来看，应该是这些人在这里生活过很长时间。走出去看一下，全是溢水的金丝楠。这边也有，这个上面非常的明显的金丝楠特有的龙鳞纹。这个下面就是乌江，这里非常的险要啊！我是用的自拍杆拍摄，所以非常安全。曾经这里还做的有一个栏杆，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这个木架子的上方有一个漆黑如墨的石头，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墨石吗？黑的发亮，它跟旁边的洞壁格格不入。那是什么？这个厉害了，这有多重啊？几十斤吧。金丝楠木做的这个木架子，是不是就是神仙所建的呢？如果不是神仙所建的，那么这些木料又是从何而来？用什么方法运到了这个悬崖绝壁之上呢？那如果是神仙所建，他为什么又要建这个灶台？不是说神仙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吗？还有一个非常幽深的洞道。再看这边呢，是2个架子。有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这上面看一下。嚯！这是3耳金针。这个能不能拿下来看一下？
拿下来看一下。嚯，这应该是一个三耳壶或者是油灯。它比如说在每个壶嘴上面有搞一根灯芯的话，中间上灯油，它就可以3个方向都可以亮哈。它这个角度刚好是3个120度组成的360度，造型非常的别致。从这个右面来看的话，应该是民谣，这应该是个民谣的产品。把它放回原地，在这里看到了哈。现在我们把它放回去。这个洞里面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一定不要破坏它原有的样貌。有2个非常小的灶，这种灶呢一般是用来炖肉的，因为那个锅并不大。这个下面应该是放那个枯炭的，这边应该是因为潮湿的原因。咱们看这个木架子，看到没有，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木料呢有可能是一根松木，松木它容易招虫子，所以就腐蚀的非常快。这是一个大斜坡往下面去的。哇塞，看那个下面有骨头，看那个最下面，那里我不去拍近景了。这里有一尊巨大的钟乳石，这个洞厅的直径可能在17米左右。好漂亮的钟乳石！古人在这里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没有将这个里面的钟乳石破坏半点。这里有一个天生桥啊，我们要不要上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我相信你们这时候肯定说上去看一下。好，我们就上去看一下。哇，好滑啊！看一下，这里跟下面是连通的，上面好漂亮的钟乳石。有猪耳啊，这些，这个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洞道一直这样过去的，还挺深邃。下面的小路，是不是仿佛昨天还有人走过？实际上这已经是几百年、上千年没有人来过了。神仙阁的深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现在大家跟着我的第一视角，你们去一探究竟。这个小路到这里呢，还做了有几步台阶，这样一直上去。地上已经泛出来了小粉。哇，这一步好漂亮啊！属于墨莲花，钟乳石瓣时期。这个像一朵黑玉莲花一样，这个上面还有正在生长的钟乳石。这里面透出来很大的雾气，而且地上非常平整。这里的洞道宽8米左右，一直进去望不到尽头。上面呢是一个裂缝，裂缝高12米左右。难道左边有洞道吗？我去看一看。烟熏火燎的痕迹，这边没有洞道，洞道还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要继续深入，好奇怪啊！从这里往那个洞口，能够看到那个木架子导引出来的一个十字形状，特别奇怪。然后在我身后呢，这个洞道开始向下行走，这里是个扁狭的洞道。走，咱们过去看一下。哇，这就是一个卡门，然后洞道又突然说变大了哈，突然变大了。看一下前面，这边出现了一个天生桥，看上下都可以走哈，像一条灰色的绸缎，布满了钻石，洒落在这个石幔之上，能看到吗？亮闪闪的，非常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洞道又是通向何方？哦，里面有一个深潭呢。这上面就像挂满了寿桃一样。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股寨当中能够见到这样的场景，今天是第一次啊，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这个水潭不知道有多宽，我们用个电筒照一下。哇，什么神仙景色，太漂亮了！这时候已经喊不答应我的队友他们了。这里水不深，没有办法，我们直接踩过去。哇，冰冷刺骨啊，太完美了！悬崖洞中居然出现这样一个水潭。咱们在这个神仙洞中遇到了怎样的神仙景色？神仙阁果然名不虚传呐！看这个湛蓝的水潭，它并不深啊，这个要是更深一点的话，那风景更漂亮。这边有很多云盆叠潭，太漂亮了，奶黄色的。这里有一个大水潭，看一下，这个正在生长发育的蛋黄石。此景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寻啊，兄弟们！看我面前，这是怎样的景色？我们这时候呢，继续向东到深处前进。这里依然能够看到古人在这里凿的台阶，直接在这个钟乳石上面是开凿的台阶哈。这里还有粘土，外面的那个陶罐应该就是从这里取过去的土。这个水潭下面没有其他通道，主通道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咱们过去看一下。哇，这里好扁狭呀，特别扁狭。只能这样侧着身子进，但是明显有人为开凿过的痕迹。看一下这两边的站纹，现在继续向下。哇，这里很扁呀，这里还有台阶嘞。哇，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兄弟们！现在过来变宽了。哇！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兄弟们！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裂缝的话，那以为洞道就到了尽头。哇，天哪！这个下面有很多骨头，能看到吗？这里。我们现在从这里转过去看一下，这是它的消水洞，应该一些骨头被带进到了这里面。像不像一尊玉观音？非常的形象吧，非常通透啊！它是这个上面鹅管里面渗出来的水，长年累月的滴在这个钟乳石上面，形成了比较纯的钙化物。看一下这个，哇，真的仿佛瑶池仙境一般。现在要继续深入，太漂亮了！看大景。大景就是洞顶上面垂下来的钟乳石，非常漂亮，血红色的钟乳石，千万不要让这些美景受到伤害。看一下，大柱子，通天大地的大柱子。看一下，这里又是一个边石了，特别漂亮。这边过去，应该可以不用再去。这里是一个吊潭下去，应该可以走下去哈。这个上面呢，就是成千上万年以前形成的钟乳石器，每一块石器都是透亮的。继续深入，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人为建筑。这个水差不多是，你看，再深一点的话就没有。哇，又是一个深潭！哇，刚刚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看这像不像一尊洞穴大佛？有点形象哈。再看这面石幔，有白色、黄色、橙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在我面前呢是一个大水潭，深约1米左右。最神奇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一尊钟乳石。神仙阁，神仙阁，原来就是说到这里的神仙景色啊！太好看了，有没有？我用语言形容不出来它1/1000的震撼。这个水潭一直到那个里面去了哈，这个水是越来越深了，可能要淹到我脖子。咱们继续前进，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通道。那个石幔好有没有？石幔后面好像还有通道。这个大家命个名字好不好？100米悬崖中间有人在此居住，你敢信吗？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那个上面。洞口石墙基础清晰可见，却没有任何栈道痕迹。古人是如何进入的呢？当我们采用横渡钉攀技术进到洞口，竟发现无数知名赛鸽暴毙在此。带着疑问继续深入夺命地道，采用祖传缩骨功再次升降，落地才是噩梦的开始。看一下这下面的裂缝，深不见底。从这里过去了，必须要横渡河流。有队友了，所以成功上岸。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徒步，向着悬崖底部前进，一直急上。没有看到那个洞口了，这个洞口在那个山上面，但是在这个眼角发现了一个小洞，这个会不会是进入那个寨子的一个通道呢？咱们走过去看一下。这个洞口好多蓝天竹啊！哎，有风吹出来，哎，那说明这个洞不浅呢。这里看到了一张人脸，你看到吗？哪个位置？这是这个岩石自然侵蚀而成啊。我们这时候穿好了安全装备，正式进入这个石门。可以看到这个石门它并不宽，差不多只有80公分，还不足1米高。这是第一道石门。这样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水溶的岩墙，有很大一个洋葱味道。第二道石门就更小了，只有60公分宽，70公分高。我们再次进入。哎呀哈！兄弟们都在啊，都还在。对对对，都还在哈。看一下，老孟去那个上面开线了。在那个上面，老孟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天窗，看能否通到那个四方洞里面。现在我们随着孟少杰开好了线，进行上升作业。这个洞子两边有这种楔形的孔洞，应该曾经古人在这里做了有楼梯。现在咱们已经上升了1半的距离了，可以看到我是做好了安全防护的。这时候先锋呢还在外面开线，但是目测的话，他现在已经到悬崖外面去了，这里雨了。窝头形状的暗道，这样一直上来，上来之后，这边能够看到外面是有个窗口啊。咱们分析，古人应该在外面打了栈道，这时候开线先锋还在继续开线，明显有人为砌的一道石坎子，虽然很小啊。这里呢是一个通道，还在开线，哇塞！已经上来了9公里，这个悬崖在就在这个口，做好安全保护，去这个外面看一下。哇！现在老孟还在开线，看一下，非常的震撼。这是一个悬崖中间的小窗口。能够看到我们停的车在那里啊，望月滩农庄那里，好远哦，是不是？这时候外面还电闪雷鸣的，下起了瓢泼大雨。探个险不容易哦。开好了线，我们这时候呢正式往上爬，大家千万不要模仿，这是专业操作。我们通过安全绳索，现在已经成功抵达了洞口。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出现了人为修砌的坎子，后面还有通道吗？有很深，有个吊杆下去。哦，好，那我们继续上升。
安全装备啊，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成功抵达洞口啊，可以看到，在我这边呢有一个洞道，在我左手边这边有一个洞道。这个地上发现了很多什么鸽子的环鸽环。哇，2019年23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鸽子的脚环，好多哈，好几个。在这个地上找到了有多少这个鸽子环？快来认领哦，你们的鸽子哦，你们的鸽子全部都已经被老鹰叼到这个地方来吃了。有没有发现老鹰毛啊？这都是老鹰毛，这个是老鹰毛。这还有铜钱柳的那个花瓣，说明这个悬崖上面或者是下边有这个铜钱柳。可以看到这个洞口的面积差不多有25个平方左右。这边呢有一个洞口，进去看着非常的幽深。那边是一个竖井，我们过去看一下。哇，很大的风吹出来。老孟在这个下方发现了一个地道，就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看这个石头很有特色，是那种罗马建筑风格，有没有？像罗马古城一样。现在老孟又在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洞道。我们逐步探索。好深个洞道。对，很深。好，从那个上面降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向下的扁缝，这个扁缝人是可以通行的，有个30多公分宽。准备下降这个小裂缝，看一下它究竟通向哪里。哇塞！哇塞 ！Oh my god！ 哇塞！哇！哇塞！下面好大的空间呐！兄弟们，这里好大的空间！看啊，这里下去有40多米高，这里要重新布个点，不然的话还不知道绳子够不够。用了一种极限操作，看一下这下面的裂缝，深不见底，有40多米高吧。我们现在下去一探究竟。哎呀，哇塞！天哪，这里要往后躺，看一下，必须安全操作，踏上这个裂缝。好深邃呀！天哪，这下边一直看不到头。我们从那个上面经过30-40米的升降，现在来到了一个小平台，这里还有一些树叶，下面是一个硕大的空间。我们要继续下降，探索这个寨内地道。这里明显有人为挖得过的痕迹，看到吗？还很深邃，继续下。咱们这段绳子已经用完了，现在又重新做了一个点，我们继续下降。这个裂缝有点深了。
借墓还魂的故事你听过吗？这边应该是他老婆。这种上古巫术的传说就存在湘鄂交界的大山之中。据说土匪刘汉成曾痴迷这种邪术续命。当我们经过走访，终于找到了100年前的几只寨。当利用绳索抵达了这处半崖古寨，内部发现了当年的七星霄坑，一条古河床竟凭空抬升100米。这里有一块玉石啊！经历2个多小时的披荆斩棘，我们终于是来到了这个清江河旁边的悬崖上方。老人说的这个几只寨呢，就在我手指的这个悬崖下方哈，它在悬崖中间。据说这个几只寨啊，是以前这个刘汉成啊在里面修行的地方，不知道是真是假。接下来呢，大家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啊，我们下去一探究竟。也难怪这个刘汉成呢走向了负面，你看这他的路都没有搞好，还带100多个小弟，完全走不了。咱们从这个位置一路所样下来啊，在这里又找了一根比较结实的树，这下去就是悬崖了哈。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自然锚点，然后呢再继续下降。这个路况确实不怎么样啊。当时刘汉成他这个寨子覆灭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交通不行了。要想富先修路，这个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明白。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安全站，可以看到这下面呢，它是一个悬崖小道啊。这里平常有很多野兽在这里走，很多人没看到过麂子的粪便，这个就是的哈。可以说麂子它是唯一自然界中不利用这个安全装备啊飞檐走壁的野生动物。从这个上面降下来，现在是最后的这个50米用完了，现在用4毫米的。这里有这种小台阶，以前的人没有保护措施，这样走过去那还是非常的惊险的。那我们这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非常安全。这只有3指宽的这种站子开凿的小台阶，这个就是飞机里面看到的土木结构的城墙，那个下面看到没，几个圈圈，这里有石头坍塌的痕迹。这是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炼丹炉哈，但是我感觉里面没生过火，据说就是在这里面挖的矿，应该是挖的汞矿还是什么东西。上面就是土墙，洞穴的规模不是很大，这里有台阶上去了。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在这个悬崖绝壁当中，我们发现了有这个鹅卵石，圆啾啾的鹅卵石，还有沉积土，也是传说中的五花土，就像夯土层一样。快来，我看到了菩萨，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说的人形木偶。这是2个吧？真的是栩栩如生啊，跟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它是重木，2个都是重木。从这个木料上面腐败的痕迹来看，应该是已经100多年了，跟这个老人传说的时间相吻合了啊。据说刘汉成呢，当时是掌握了一股巫术啊，他是准备利用这个木偶借木还魂。现在这个木偶上面被虫蛀的千疮百孔，很明显他当时的这个借木还魂没有成功，因为刘汉成是当地比较嚣张的土匪啊，搜刮了很多民脂民膏，最后呢，他就希望可以长生不老啊，在当地呢请了高人啊，修建了这个跟他等比、等高、等重的这样一个人形木偶，应该是依据刘汉成本来的面目雕刻的。以前的人呢都是浓眉大眼的哈，眼睛非常大哈，重木，包括这个人中沟壑都是非常深的哈。但是这个上面细节方面已经被虫蛀的看不清楚了。据说这个上面当时老人进来的时候看到了上面画的有那个经络图啊，就是说每个地方还要扎针灸那样。那真的是非常的神奇。这边应该是他老婆，是这么一个样子，看着有一丝那个什么啊，有点瘆人，很大哈。这个高度差不多是40公分左右，左右的宽度是20多公分。这个还有盔甲的图案。这里有一个暗道进去，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人俑，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暗道有几种可能啊？第一呢是刘汉成藏宝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他这个在里面挖那些矿石的地方。
结束啦。不深了。这里还有黄沙土，看没？有会不会真的以前我们现在处于100米之高的悬崖顶上，都是被水淹起来的呢？嘿，这里还有一个奇石啊！哎，玉，这里发现了玉哦！看啊，什么玉啊？玉石啊！这里有一块玉石啊，像汉白玉的感觉，上面还有草花。这个要把它切片了之后打磨出来，是非常好的景观石。哎，200多斤，谁要谁搬走吧。这有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啊，7个就在外面去了。那个上面还有一个石墙堡垒，不知道那个后面藏着什么。滑得很。哇，上面有洞道，看啊，是不是？感觉还挺深的哦，什么都没有啊。这里有老鹰窝，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射击口，有点意思。我现在来把我的自拍杆伸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啊。对，看没？我们的绳子就在那里，能看到绳子吧？它在这里，只需要一根火铳 ，biu biu biu biu， 那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躲在这个位置。这个地势，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战壕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好地方。这风景好看吗？大家截个屏，自己回去调色啊。这个下面呢就是清江河，对面呢就是金果坪。这个就是红白无鼠的后面，又叫武林子。这个是中药哈。随后呢，我们就进入那个石墙堡垒，看一下2层里面的洞道。这个也是鹅卵石砌起来的，它差不多只有到腰部这样的高度。也有可能就是做的这个战壕啊，射击台，然后再看这边，这边是坐人的位置，里面是一个幽深的洞道。我们现在去洞道里面看一下，这个是茅坑还是什么来着？还是上面加了床板子？搞不太懂啊。但是这个天花板上面很有特色啊。极有特色的天花板，沟壑纵横，典型的水溶痕迹。诶，这边还有一个洞道，哇，这个洞道，夏阳，这边有窗口啊，有点奇特哈。我们待会儿再去那个窗口。我们去这个洞道更深处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灶台啊，这里还有一个钟乳石，他们生火煮饭就在这里弄了哈。这里面洞道开始变得比较平坦了，继续深入。这里有水啊，洞壁上面沉积下来的水，水好像还挺干净的哈。这是洞穴里面唯一的水源了，我现在也渴得受不了，但是这下面有夜明砂，这个也不敢喝呀，怎么办？大家给点意见。这个里面有干枯了的石器。全部都掏空了，这应该是把里面的土掏走之后啊，用来淘消了的，要么就是取矿。继续深入，
这里难道是他的床榻吗？搭的有一步台阶，这样上去，里面好像不深了，我们爬上去看一下。哎呀，不是很好吧？哇，洞道在这里变得很扁狭，就只有50多公分高。大家说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好，听你们的，我们进去看一下。哎呀，很难钻。沿途进来之后，看到有一些骨头的碎片，这里还有以前的人放的竹子。哇，洞道变宽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这个岩壁上面有这种血红的痕迹，这个洞道里面应该就是刘汉成自己的寝室了。石壁上面像那个经络一样的花纹，这里应该就是这个几子寨的最深处了。没有洞道了。但这里还有台阶，我们继续上去看一下。只要有洞，我们就会一直往前走。哦，这里面有烟熏的痕迹，确实这就是洞道最深处了。这里是进不去的。他们开发这个洞穴也只开发到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盲洞。也不能说是盲洞，就是进不去。我们是从这边洞道进来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洞道，这个应该都是，嘿，这是一个对窝，你们那里叫什么？叫这个，它这边是用了一个木头搞起来，然后这边给它踩，这个中间给它刻起，然后这样冲米的哈。这里又是另外一番感觉了。我去，好险呀！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刘汉成的几子寨就全部探明了。在里面确实是找到了老人传说的这个剑木还魂的木偶人形木偶啊，也找到了对窝呀、石床啊、这些水井啊这些遗迹，就说明老人是没有撒谎。当时刘汉成确实是做过什么荒唐的事情。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感谢大家观看，拜拜。